我这是穿越了，穿越到了一个游手好闲、穷得连肚子都填不饱、平时靠哥嫂接济的无赖身上。完了，2亩薄田都荒了。家里连口粮都没有，我不想饿死。检测到宿主强烈求生欲，多子多福系统正式激活。本系统旨在帮助宿主开枝散叶、绵延子嗣，家族越兴旺，宿主获得奖励越丰厚。系统还有这种好事儿？可是我现在又穷，名声又坏，我上哪儿取其生死啊？送老婆了，送老婆了啊！刚从南边逃荒过来的女人，个个身体强壮，能干活，能生养。送老婆还能这样？哎，陈然，这几个娘们儿都怎么送啊？都听清楚了啊！这2个露头显脸的，另一个送1斤大米，这个套着麻袋的，保证鲜活；另一个送3斤大米。这2个套着麻袋绑着的，另一个送10斤大米。这些露脸的也太壮硕了，夜里不得把我压死，绝不能要。哎，我选这身板壮实，这白天能下地干活，晚上床上也能干活。哎，这，你小子挺会挑啊！来吧，这个跟你了。哎呦我去！高兴。哎，差人，这些人为什么套着麻袋啊？是不是太丑了？这些人套着麻袋遮着脸，不是因为丑，是因为人家要脸面，不喜欢被你们这些人露着脸挑来挑去的。那2个绑着的性子烈，跑了3回了，饿了3天绑着才没再跑了。那我要那个！还有王麻子，老娘还没死呢！你敢要别的女人，你小爷老娘打死你啊！这老婆，你以为我是为了女人吗？这不是，你是为了那3斤大米啊！有了米，咱们今天晚上就能吃饭了。老娘还不知道你的心思呀！去！哎，行了，别吵了，这个是你的了。我这，都看着啊！哎呦，是我大妈啊！真人，我能不能不要啊？选定离手，敢不要我就打断你的腿！你就过去。选麻袋套头的有风险啊，总不至于选这几个女壮士吧？检测到极品姐妹花白梦夏和白梦秋，强烈建议宿主拿下。系统，你确定这2个是极品？赶紧选，再不选大米可就没了。都别跟我抢，我要这个能干活。行，归你了，走吧。打死我都不要麻袋里头的，我可不养老妈子。承认，我要选这2个。承认，我要选这2个。这不是江家那懒汉江夜吗？他也来选媳妇儿，他连自己都养不活，还要2个。我看呐，他是冲着20斤大米来的。你说啥？你当真要2个？对，我就要他们2个。那我话说在前头，他们2个已经3天没吃饭，我只保证他们现在喘气儿，回家之后能不能活着，我可管不着。我知道，我就要他们2个。行，那你把人带走吧。这就是要了我们姐妹的男人，看着还挺帅。这也太好看了！哎，张毅，咱俩换一个呗。我这个年纪大，会疼人。滚！
谁喜欢大妈，你跟谁换去，我可不换。看这俩一脸病样，铁定活不过2天。哼！韩爷，你是不是昏了头了？家里哪有余粮让你养着他们？我看不出5天你们就得饿肚子。放开他们，跟我回去。哎，哥，粮食没了可以卖地呀，总归是饿不着我们3个的。他居然愿意卖地来养我们姐妹，这是遇到好人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把爹娘留下来的地给卖了？我的老天爷呀！现在可是荒年呐，田是命根子，不比2个女人金贵。就是，真败家呀！哎，差人，您收不收地啊？我这儿有2亩上好的肥田。什么狗屁肥田？你那2亩薄田，我最多给你20两。2亩肥田就给20两？不卖啊！绝对不能卖！20两就20两，成交。20两就20两，成交。少兄弟爽快！以后再有这好事啊，哥哥我第一个来找你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为了2个拖油瓶卖了命根子，没了地，他拿什么养活这2张嘴？怕不是要一起饿死吗？姐妹花，跟我回家吧。是，恩公。卖了祖祖，换了2个狐狸精。江家2口子要是知道，怕得气得得从坟里爬出来。哈，赖头哥，你猜他们今天晚上要干嘛？这还用猜？花2亩田买，不得1晚上就回本儿？这些人懂什么？除了能拿到系统奖励，光是个颜值就回本了呀！完了，全完了，家都要被你败光了。哎，这儿就是我家了，以后也是你们的家。这家也太破了吧！我们这是才出狼窝，又入虎穴了。脏点是脏点，但底子看着还不错呀。恩公，你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当然是你想的那样啊。恩公，你动我可以，但能不能不要动我妹妹？她还小啊。你觉得我能放过你们2个吗？不要！好了。锅里有热水，你们可以先洗澡。衣服的话，我柜子里有，自己找。我先去买米面了。他就这么走了？姐姐，恩公让我们洗完澡，该不会……妹妹，放心，他要是真想做什么的话，还有我呢。姐姐，如果恩公真想对我做什么，也没有关系。你要是因为这件事惹恼了他，他把你赶出去，你一个人在荒年活不下去的。妹妹，放心，恩公看起来也不像是什么坏人，应该不会把我们赶走的。走吧，咱们先去洗洗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洗完澡后，果然貌若天仙，这系统承不起我呀。我去做饭，你们先吃。
只可惜古代条件有限，我只能发挥6分厨艺。姐姐，这恩公做的饭看起来好香啊！妹妹，恩公还没说让我们吃，就不能上桌。过来吃饭啊！恩公，你做的这些都是给我们吃的。当然是给你们吃的了，我这里男女平等。过来，上桌吃饭。这，难道真的是给我们吃的？这看起来像是地主老爷才能吃得上的饭，让我们吃饭，那吃完饭是不是就要做那种事儿？这么多菜，我一个人也吃不完，当然是给你们做的了。姐姐，快来吃。吃完饭就要做那个事儿了吧？我还没做好准备。姐姐，这看起来很好吃的，你快来。罢了，大不了就从了恩公。荒年里，贞洁可没有活下去重要。这太好吃了，简直比酒楼做的都好吃。这些只是小菜，等以后给你们做真正的大菜。恩公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这饭也吃完了，接下来该做耗力气的事情。恩公，你叫我什么？夫君，今晚有梦下来服侍你。不是2个一起吗？2个一起？夫君，木秋他还小，看来还是害羞啊。罢了，我会让他同意的。嘿嘿。我也不小。那孟秋既然接受不了，以后慢慢来。为什么没获得奖励？系统，宿主成功延续血脉后，才能获得奖励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他们还没怀上，看来自己要多努力啊！卖地的银子还不够我们仨生活1个月，天天耕耘，我就不信怀不上。夫君，你醒了。早上了，该晨练了。晨练？夫君，你要锻炼身体啊。当然是这个晨练。不要，夫君，会把妹妹吵醒的。没事，她要是醒了，我就给她上一节瑜伽课。夫君，我给你洗个脚吧。洗脚？好啊，好啊。我也来。爽！就这待遇，别说2亩地了，200亩也值了呀。水温怎么样？水温正。
谁呀？大半夜的坏我好事儿！哥，几天没见，弟弟好像跟之前不一样，没有那种吊儿郎当的感觉。拿着，刚从这样换的，一些杂粮面，还有几块风干的肉干，你上来再吃。哥，谢了。现在我还需要这些食物，等拿到系统奖励，一定10倍、100倍的偿还哥哥。阿燕，你以后到底有什么打算？那2亩地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，你就这么卖了，你就这样一直混下去吗？你那点钱能撑几天？哥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有什么数？你卖了地，换了2个女人关在屋里，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，也不出去找活挣钱，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你想干什么？坐吃等死吗？哥，地没了可以再买，但人要是错过了，那就是一辈子的事。你放心，过段时间我会出去挣钱的。罢了罢了，我也说不动你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夫君，大哥他是不是生气了？都怪我们吃的太多，给夫君你添了天大的麻烦。夫君，我和姐姐会针线活，我们还会绣花，我们去镇上找一些活计，能换一些米粮的。哎呀，你们胡思乱想什么呢？赚钱是男人干的事儿，怎么能让女人去干呢？你们是我的福星，是我的宝贝，怎么会是麻烦呢？夫君对我们也太好了，我们当牛做马也要报答夫君。你们看啊，现在天色已晚，月亮也出来了，正好合适我给你们上一节天文课。夫君，不要。夫君，什么是天文课？小风，你是不是个傻子呀？家里的米缸都快见底了，你还要去填那个无底洞？再怎么说，他也是我弟弟，我总不能放着他不管吧？他自己卖力买女人，那是他活该，你管他做什么呀？你难道想让他把咱们家拖死吗？明天就多去山里打猎啊！咱们家吃肉，那兽皮也能卖钱啊！最近山里的野物越来越少，有时候进山一天都只能等到几只野鸡、野兔子，连养活自己一家都有些吃力，更别提还要救济弟弟了。再这样下去，这个冬天怕是要不好过了。江峰兄弟在家吗？哎，王刚大哥，你来有什么事？我们今晚进山狩猎吧。咱们天黑去深山狩猎吧。什么？今晚进深山狩猎？走。江峰兄弟，你也知道外山已经没有猎物了，就连野兔野鸡也很难打到。我寻思着，再过半个月就大雪封山了，咱们得趁现在进深山干条大的。可是王刚大哥，这进深山狩猎，10个人有9个人都把命丢里边了，那活着出来的都得脱层皮呀！怕什么？富贵险中求，我都打听清楚了。前段时间有人在深山里面看到一头落单的野猪，牙齿快1尺长了，你知道能卖多少钱吗？多少？50两。什么？50两？50两足够咱们舒舒服服的过个肥年。我找了3个好帮手，再加上你，咱们5个带上家伙，干他呀！干不干？给个痛快话。这事儿太险了，王刚大哥，让我考虑考虑。行，你可别想太久，咱们今晚就出发，过时不候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弟妹，我先走了。您慢走。
这么多天了，这肚子咋还没动静？夫君，我的月事已经迟了10天了，恐怕是已经有了。真的，终于有了，太好了！恭喜宿主开枝散叶，血脉传承有望，奖励发放中。恭喜宿主获得体力加10，宗师级剑术。太好了，我感觉现在力气大了，能一拳打死一头牛。还有这剑术，感觉像练习了几十年一样，是站在剑术顶点的绝代宗师。哈哈哈！夫君啊，梦夏，你真是我的福星啊！自己的女人怀了孩子，可不能再跟着自己吃糠咽菜了，必须吃好的，吃最有营养的。明天就进山打猎。嫂子，早啊！我大哥呢？我想借他的弓箭用一下。你哥不在，借弓箭干嘛？我想进山里碰碰运气，打点野鸡兔子，给梦夏他们补补身子。你也要进山？你哥他昨天夜里就跟王刚进了深山，是要去打什么野猪王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什么？我大哥夜里进山了？那也太危险了！大哥夜里进深山了，这也太危险了！你大哥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该怎么办？嫂子，你放心，我大哥不会有事的。不会有事儿，都是因为你这个败家子！要不是为了你屋里头那2张吃饭的嘴，还能解释掉你吗？是我给大哥添麻烦。你卖地买女人，在屋里头快活，却让你哥给你填窟窿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你对得起底下的爹娘吗？啊！我以后不会这样了，嫂子。要借弓箭是吧？去屋里头自己拿去。嫂子，那我就先过去了。你那么有本事，你也去深山里，死在里面正好跟你哥作伴。我清明节给你们烧2份纸。嫂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大哥带回来的。哇，好神奇啊！我感觉这弓像我自己的手一样，让我试试自己的剑法。哎呀，这宗师级剑法果然厉害，一箭就射中了100米开外的野兔。我哥现在生死未卜，你呀就便宜附近的豺狼了。我哥呢？我咬金白老虎，我玩那么大，就一口把王哥大哥把个身子都吃没了。我问你，我哥江峰呢？不知道，我们见到老虎就分头跑了，找回的我们没见到啊。就在这附近了。虎啸，我可危险了！救上我哥！哥，怎么样，哥？阿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哥，你先别动，你伤得有些深，我帮你包扎一下。阿叶，真的是你，我不是在做梦。哥，你没做梦，真的是我。阿叶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，这林子阴森
潮湿，血腥味很快就能引来别的野兽。哥，你先别乱动，你再乱动，伤口会大出血的。我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能止血吊命的草药。现在去哪儿找草药啊？我们还是赶快走吧。检测到附近有一颗野山参，有吊命的功效。找到了，哎。这黄不拉几的玩意儿是什么呀？别问，吃。怎么样？哎呀，你给我吃的是什么呀？我感觉我这个伤都不怎么疼了。这个呀叫野山参，有止血化瘀、消炎止痛的功效。走吧，咱们回去。哎呀，这老虎能卖不少钱，但是咱们现在手里没工具，没法处理啊。没事儿，咱们带回家处理它。哎呀，这老虎咱们又拖不动，还是回去叫人吧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哥，一只小老虎而已，能有几斤重？我拖着它，走吧，我背你回去，咱们回去找郎中。拖着老虎背着我？阿姨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大力气了？哥，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再等下去，孟夏和嫂子该等着急了。两位小娘子，忙着呢。你们干什么？我夫君不在家，请你们出去。夫君，你说江夜那个败家子儿，他怕是回不来了。你胡说，我夫君肯定会回来的。回来？进山打猎的有几个能竖着出来的？你跟王刚跟几个老猎户说在山里边遇见了大虫，江夜他早就为了老虎。我要见人死要见尸，在我没有见到我夫君的尸体之前，你们少在这胡说，出去！出去！江夜死了，那你们俩无依无靠的，在这再念怎么活？就是不如跟了我们哥俩，好歹有口饭吃。哎，你说你俩跟着江夜有什么好处？连块地都没有。跟了我们俩，好歹不会饿死呀！哎，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哎呦！别过来！再过来我不跟你走！哎，兄弟细胳膊细腿的省省吧！哎，我姐姐！哎，宝贝儿，别急，马上就轮到你了。夫君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放开他们！我家也是你们两个狗东西能撒野的地方。江夜，你不是被老虎吃了吗？老虎已经被我杀了，你们两个狗东西，放开你们脏手！夫君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刚才以为要……别怕，有我在。江夜，你要干嘛呀？咱们可都是乡亲啊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算了，放下！你们闯入我家，欺凌我妻子，还敢说是我的乡里乡亲？去死吧！好，我让你跑了吗？我今天废你们一手一脚，是看在同村的份上，再敢闯入我家，再敢打我家一点主意，下次射穿的就是你们的脑袋，听懂了吗？懂了，江夜饶命，我改了。爷，我错了，爷，我错了，滚！没事吧？没吓着吧？夫君，他们说你被老虎给吃了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傻姑娘，我说过我会回来的，
况且你们夫君多厉害呀，老虎可伤不了我半分，我还把老虎给杀了呢。夫君真厉害，连大老虎都能打死。你夫君啊，厉害的地方可多着呢。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。夫君，这大白天了，进屋关门，天不就黑了？红秋，你可不要怕黑哦。姐姐，夫君困了，那便早些休息吧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不困了。春宵一刻值千金。走走。谁呀？又大半夜的坏我好事，有完没完啊？夫君，会不会是大哥有事儿啊？我去看看。救我！我去，好软。检测到此女乃凤鸣之体，强烈建议宿主拿下。凤鸣之体，又来一个极品。我这桃花运，不是系统逼我开枝散叶啊！好久不下，快来帮忙。暂时没事了，应该醒了就好了。此女子生得真好看，夫君，要不你把她娶了吧？别瞎说，他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可能是得罪了什么人。既然敲了咱们家的门，也不好见死不救。行了，天色不早了，先睡吧。这位姑娘，你醒了？这是在哪？我身上的伤口是谁包扎的？昨天晚上你晕倒在我家门口，是我夫君救了你。还好，看样子是这位女子给我包扎的。在下慕容晴，敢问我身上的伤是您给我包扎的吗？包扎？我们家只有我夫君会晕手，当然是我夫君包扎的啦。完了完了，身子全让别人给看去了，这以后还怎么嫁人啊？慕容姑娘，你是怎么受这么重的伤的？哦，我在路上遇到了黑风寨的匪人，拼死一战，侥幸逃脱。歹徒？那也太危险了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既然你逃到了我家，夫君可是很厉害的。前2天他刚打死一只大老虎呢。能杀老虎，看来此人的夫君不简单，或许可以请他出手对付黑风寨。罢了，对方好心救了自己，还是不要把他牵扯到这种危险的事里。姑娘醒了，身体可还有什么不适？这位女子的夫君模样俊俏，被他看去倒也不是什么坏事。多谢公子关怀，我身上的伤已经好多了，就不继续叨扰公子一家了。拿下凤鸣之体会获得极大奖励，宿主千万不要让其离开。不用你提醒，这种极品我怎么可能让他走呢？必须拿下！哎，你别乱动啊！你身上的伤，我只是简单用草药止住了血，还需要再休整几天。不了，继续叨扰公子一家可能会给公子带来麻烦。公子若是有闲暇的话，就带我去镇上吧。我江爷既然救了你，就不怕麻烦，祸事来了，挡着便是。江夜公子，他好特别呀。三公子，二位夫人，这几日多谢你们的照顾，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慕容姐姐，你不必如此着急，再多休养几日也无妨的。不能再叨扰了，黑风寨的人或许还在寻我，留在这里恐连累你们。既然如此，正好我要去镇上当铺买点虎皮虎骨，不如我们一起上路，路上也有个照应。夫君，你要去镇上，我能不能和你们一起去啊？你们俩在家好好看家，镇上人多也杂，带着你们反而会引人注意。那夫君路上小心。江公子不必特意为我去，我独自前去便可。你伤刚好，一个人走山路我也不放心。走吧，趁天色还早。二位夫人，后会有期。
慕容姐姐保重。望夏梦秋，把门看好，等我回来。姐姐，夫君是不是喜欢慕容姐姐啊？就算夫君真的喜欢慕容姐姐，也没关系。老板，这整张虎皮和这些虎骨作价几何？这皮子破损处不少啊，毛色也暗沉，像是存放不当。还有这虎骨，干瘪细小，药效恐怕一般。这虎皮是昨天才刚剥下来的，竟被他说的全是缺点。那么大的虎骨，却被他说成干瘪细小，看样子是想压价呀。老板，开个价吧。30两，脸皮带骨。30两，老板莫不是当我初来乍到不懂行情？这整张虎皮市面上至少值50两，虎骨另算。小兄弟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如今这兵荒马乱，你这东西有价无市啊！我收下还要承担风险。掌柜的，你这压价压的也太狠了。这虎皮完整无缺，虎骨粗壮新鲜，这分明是上等。慕容姑娘，这虎皮是您的？这虎皮若送到州府，100两不止。虎骨更是壮骨培元的真药。掌柜的，做生意可以，但别欺负人啊！这慕容姑娘见笑了，我再看看，再看看。哟，这虎皮不错，本少要了。公子，我已与掌柜谈好价了，公子想要拿钱买便是。你算是什么东西啊？在这镇上，只要是本少想要的东西，就都是本少。李少爷，这里是当铺，不是你家后院。哟，慕容姑娘也在啊，正好，这虎皮是本少想要送给我爹的，你呀，帮我好好劝劝这穷酸货，让他识相点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拿过来！我看谁敢动，谁敢动！哎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这光天化日之下，你可行凶！我再问你一遍，抢吗？给我杀！血！李公子胆子这么小，还学人出来当恶霸。我箭还没射中你呢，你就尿裤子了。你给我等着！走，快走！英雄，刚才是在下有眼无珠啊！这虎皮虎骨，我愿出120两，你看？150两。成交。慕容姑娘，感谢你出言相助。在公子剑法如神，何必言谢？那李少是镇上谢城之子，平日欺男霸女，今日你这一剑，也算是替百姓出了口气。我在城里的事已办完，慕容姑娘还需要我护送吗？啊，不了，我在镇上有落脚点，江公子还是早些回去陪2位夫人吧。好，日后若慕容姑娘需要帮忙，可到稻花村寻我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没想到江夜不仅医术了得，更是剑术宗师，或许可以招他入赘我风鸣寨，引以傲援。这煞星总算走了，单凭这手剑术就能轻而易举地夺走我的性命，更别提风鸣寨寨主竟对他如此尊敬，今后断不敢再惹此人了。夫君，你回来了。这些都是什么呀？好多啊！虎皮虎骨卖了些钱，买了棉布、冬衣、棉被，还有腊肉和大米。这得花多少银子呀？阿爷，虎皮卖了多少？
多啊！150两，150两，这得抵上咱们家过去10年的收成了。我的老天爷啊！阿爷，你真把虎皮卖出了天下，没惹什么是非吧？嫂子放心，虎皮的质量和虎骨的品质好，自然报价高。夫君，这些都是给我们的吗？这布料好柔软。天冷了，得给你们和嫂子添置冬衣。对哥，这床厚被子给你盖，你伤了身子，腿不能动着。剩下的米面肉够咱们吃一阵子了。这料子太贵重了，夫君，我这一些旧衣服改还能继续穿的。你现在有身孕在身，就算不考虑自己，也要考虑孩子。再说了，钱挣来不就是花的，以后还会有更多。夫君，你对我真好。阿爷，你真是长大了，这个家有指望了。剩下的钱呀，贴补家用，这些钱我收着。明天开始，咱们开始翻新房子。明天我去镇上转转，你们姐妹俩有什么想要的东西，我顺路给买回来。夫君，盖房子还有很多花销呢，我们就不用买东西了。姐姐说的对，还是留着吧。行了，咱们家又不差这点钱，想买什么直说就是了。你要是怕你姐不让你买，就偷偷告诉我。真的吗？夫君，我想吃冰糖葫芦。咱们家是夫君做主，夫君都同意给你买了，你还害怕我不同意啊？我这不是担心呢。行了，明天我就去买回来。梦夏，你要什么？那夫君，你帮我买一根发簪吧。行，都给买。梦秋，你姐姐已经有了，今晚你要好好努力哦。那个夫君，我的月事已经半个月没有来了。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不记得我跟你睡过。那夜你错把我当成了姐姐，就有了啊！好，梦秋，你真是我的福星啊！恭喜宿主开枝散叶，血脉传承有望，奖励发放中。恭喜宿主获得宗师级武术。夫君，可惜你今晚不能尽兴了。行了，这种事儿又不是非做不可，早点睡吧。明天一早我去镇里把东西都买回来。那现在，梦夏，让我听听孩子是不是叫爸爸。哎，夫君，还没动静，怎么可能叫你爸爸？那梦秋让我听听。夫君，你还是听姐姐的吧。咱这，我这段时间算废了，我都怪家爷的听我们的。你们这乡里乡亲的下手这么重干嘛？就是，老子咽不下这口气。你说他江爷凭什么？之前就是个连饭都吃不上的二流子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邪门？就是啊，他凭什么能打死这么大一只老虎？而且还娶了那俩小骚蹄子。不是这天底下的好事，怎么让他一个人全占了？赖头哥，那这事咱们就这么算了啊？算了！哎，我赵赖头什么时候出过这么大的亏？跟他没完！赖头哥，你有什么办法报复回去？办法搁这儿多的是，绝不能让江爷这小王八蛋好过。我要让他家破人亡。嘿，快说说，有什么办法能弄死江爷的小王八蛋？咱们要把那小骚蹄子一分。黑风寨知道吗？这最近闹得最凶的山匪就是他们。你猜，哥要是把江爷家的情况告诉你，他们
会不会找上门来啊？哟啊，烂头哥，走，咱们现在就去走。哎，我你。姐姐，夫君去镇上买材料了，刚回来了吧？许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。嫂子，粥好了吗？给阿叶也盛一碗温着吧。好了好了，阿叶打了那么多的肉，我切了些放粥里面，大家都补补。是这儿，没错，还真有油。这家油水肯定不少。不好，慧慧，快带他们从后窗走。就这，兄弟，你看，没骗你吧？然后你小子没骗我，这儿果然藏着一对天仙的姐妹花。兄弟们，今晚有福了！你们是谁？你们想干什么？这里是江家，江野马上回来，你们赶紧滚！江夜就是那个走狗屎运打死老虎的小子，老子等他回来送死呢！跟他废什么话？别上去绑了！住手！光天化日，你们强抢秘密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王法？你跟我讲王法？老子告诉你，在这儿我就是王法。在这儿，我就是王法，跟你们拼了！好吧，夫君，你没事吧？姐姐，怎么办？没事，夫君会来救我们的。把这两个女的绑了，带走。走。放开他们！走了，回山寨，大碗喝酒，大烤吃肉。江夜，你不是能耐吗？等你回来，看到家没了，鸵鸟也没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嘿，大家，你没事？快去找阿叶！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阿叶，你想想办法救救你两个媳妇儿。哥，你好好养伤，剩下的我来处理。哥没事儿，是哥哥没本事，没能护住弟妹。他们人多，阿叶你别冲动。哥，你再忍忍，我去就回。嫂子，照顾好我哥。阿叶，那可是土匪窝，你一个人去不得。我知道，我有分寸。慕容姐姐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我伤好后回到寨子，正好遇到黑风寨的人，我们的人没打过他们，就被抓来了这里。别担心，夫君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大当家威武，带着我们先攻破了凤鸣寨，又洗劫了富户。瞧瞧那3个小妞，那脸比县城头盘里的姑娘还水灵呢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大当家，今晚您可得加把劲儿啊，把这3个女人全拿下，别辜负我们兄弟的一番心意啊！就这样。老子的本事你们还不知道吗？今晚这3个一个都跑不了。兄弟，您看小的没骗您吧？这江家的几百斤肉和这俩小娘们都是小的孝敬您的。是啊，兄弟，这几个小娘们怎么嫩的都能呛出水来？你晚上可要享福了。干得好，等老子晚上玩完了，这俩娘们给你们兄弟俩也玩玩。谢兄爷赏，谢谢兄爷。从今天起，凤鸣寨没了。哦，这方圆100里就只剩我们黑风寨了。多亏了兄弟们出力，今晚庆功抢来的粮食大家随便吃，酒随便喝。夫君，你在哪里？好了，大家去厨房多准备点好酒好肉，多烧点开水。我要和这2个小娘们好好快活快活。我要和这2个小娘们好好快活快活。慕容姑娘，当初让你嫁给我，你不肯从了我，如今还不是落到了我的手上？嘿，你个死也不会让你动我一根手指头。你这娘们儿性子够烈呀，不过我喜欢，希望你在床上的功夫也能有这么烈。我身上还有1把匕首，
到时候就给这家伙来一下，不成功我就算自杀，也不会让这种人玷污了自己。兄爷，你别看这小娘们现在嘴硬，等被您的功夫折服之后，指不定有多浪有多浪呢。是啊，以熊爷的功夫，这几个小娘们晚上还不得日先一死啊！好，我就喜欢你们这种说实话的人，以后跟我混吧。哎呦，谢兄爷看中，这么着，今天晚上我们兄弟俩给你把门，保证谁都不让进去。看在你们忠心可嘉的份上，今晚等我玩完了，就全都给你们了。谢兄爷，谢兄爷。那行，你们也去帮忙吧。得嘞，兄爷您大展雄风。先从你们谁开始比较好呢？自己就算死，也不能让山匪玷污了自己的清白，大不了就咬舌自尽。到时候夫君绝对会给我报仇的。这山匪要是敢拿脏手碰我，我就狠狠地咬一口，咬下他一块肉，这样他就不敢碰我和姐姐了。既然你们都不说，那我只好自己选了。小娘子，那就先从你开始吧。不要再碰，我就咬死你！哟，没想到这外表柔嫩的小娘子，性子居然这么烈，我喜欢。哈哈！别碰我妹妹，放开她，放开她！云贼，你放开她！呵呵，别急呀，一会儿就轮到你们了，一个一个来。等下，你不是想让我心甘情愿服侍你吗？你把她放开，我就答应你。是我蒙蔽了他，只能先委身于贼，救他们离开。等白氏姐妹离开后，我就杀了这淫贼，再自杀。你当我傻？就算你不同意，我也能要了你，何必放走这2个美人？还有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身上藏了匕首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哼，你是什么人还不知道？不过我倒是想看看你这烈女承欢的样子是什么样子，那就从你开始好了。你别过来！小美人儿，我来好好宠幸你了。你过来！姐姐，夫君，你什么时候来救我们？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你的狗爪子！放开我的女人！放了我的女人，我留你个全尸。夫君，你终于回来救我们了！竟然一个人敢杀进风鸣寨，留我全尸！小子，你看清楚形势，现在你的婆娘在我手里，我劝你把弓扔过来，跪下给我磕头，兴许我还……兴许你大爷，我射不死你！你小子不讲武德，居然偷袭！我跟你土匪讲什么武德？哪来的杂碎，竟敢在我黑风寨撒野！来人呐，给我宰了他！如果你是说山寨里的这些人，那不好意思，他们已经全都死了。哼，吹牛谁不会啊？小子，我就不信我兄弟那么多人就被你悄无声息的解决了。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吧。不信啊？那你听听这周围还有什么动静吗？外面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，看来他说的是真的。这小子剑术了得，近身他便施展不开，我得想办法靠近他。识相点儿，我留你个全尸。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！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好汉您。好汉，您饶我一命，我愿意把黑风寨所有的钱财向您赔罪。废话，杀了你，钱不还都是我的？这是库房钥匙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好汉，您留我一条命，我带您去库房，您看怎么样？江一，小心！江一，小心！近了身，我看你还怎么射箭！我去你！
你小子不是擅长使用弓箭吗？现在我看你怎么办！你以为我只会射箭？正好拿你试试我新学的宗师级武术。你居然是武道宗师！夫君，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夫君，你终于来救我们了。我怎么会让这些人伤害我的2个傻姑娘？刚才还如同杀神的男人，此刻却温柔地安抚着怀里的妻子，这种男人才配得上做我的夫君。好了，先回家吧，簪子和糖葫芦还在家等你们呢。多谢三公子救命之恩，今日之恩没齿难忘。算上上一次，我已经欠你2条命了。慕容姑娘，黑风寨已灭，今后有何打算？凤鸣寨已经围了，目前我无处可去。姑娘若不嫌弃，可以在我家住下。那就多谢三公子了。慕容姑娘，可知这库房的位置在哪？山寨中的建制大多相差无几，江公子若是信得过我的话，我这就给你取来。慕容姑娘的为人，我当然信得过。你去吧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夫君，你就这么相信慕容姐姐吗？我跟姐姐在逃荒的路上，看到很多为金钱闹掰的亲兄弟。慕容姑娘和那些人不一样，比起金银，她更重视承诺，就像你们一样。你们会为了金银而离开我们？当然不会。是夫君救了我们，我们怎么可能会因为金钱而离开你呢？我当然知道你们不会了，傻逼。江公子，风寨所有的金银都在这儿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回家。他甚至连看都没看，对我是何等的信任，我绝对不能辜负这份信任。慕容姐姐，我们一起回去。好。你说，阿叶一个人去山寨，要是回不来怎么办？我相信阿叶，他连老虎都能杀掉，山匪肯定不是他的对手。那老虎和山匪能一样吗？他要是回不来，咱们也只能去给他收拾。哥，小子，你们回来了。阿叶，你们没事吧？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哥，嫂子，让你们担心了。黑风寨已经被我剿灭了，这个是从黑风寨抢来的所有金银。这样，阿叶，你可千万别说漏嘴，万一要是有人知道起了歹念，又是一场祸事。是啊，阿叶，你千万要收好，别让外人知道。哥，嫂子，你们放心，就算有人知道想抢，也得问问我手里的弓答不答应。慕容姐姐，坐，喝点水。都饿了吧？我去做点吃的。夫君，我去帮你。你有身孕了，就坐下休息，供下夜食。江公子，我帮你生火吧。慕容姑娘，你身上有伤，这种事怎么能让你去干？放心吧，很快的。慕容姐姐，我们夫君人很好的，而且我们家也没有那么多规矩，不用拘束。今日多谢你们了。谢什么？既然住了我家，以后就是一家人。等你身上的伤好了，我们就把这儿翻新一下，盖个大房子。夫君，你要盖大房子了？对，盖个大房子，让你们住得舒舒服服。现在这个房子睡我们这些人还是有点勉强，更别提你们还有身孕，以后有了孩子，这儿根本住不下。夫君，那到时候可不可以给我盖一个小房间，我自己住啊？当然可以，不只是你，梦夏也有。还有我。
有担当，有本事，还顾家，这样的男人世上能有几个？多吃点儿，压压惊。夫君，你说明天要跟他合作了？恐怕这几天还不行，但是图纸我已经想好了。慕容姑娘，你见多识广，到时候帮我参谋参谋。江公子与我有救命之恩，在下义不容辞。我在山寨中许久，有不少建造屋舍的经验呢。那太好了，夫君，那我们准备盖几间房？至少4间卧室，1间堂屋，1间厨房，1间仓库，还有……对了，得给你们盖一个绣阁，还有我的小屋。忘不了。银子管够，这材料呢就去镇上买，人手就去村里整。江公子，平白无故大兴土木，恐怕惹人注目，难免会让人联想到黑风寨消失的金银。最好是找个合理的借口，把这笔金银用出去。慕容姑娘提醒的是，我心里有数，到时候找一个合适的理由。今晚咱们怎么睡啊？我在堂屋打个地铺即可。怎么能让慕容姐姐打地铺呢？要不今晚你还是和我们一起睡吧。那江公子岂不是没有地方睡，要去打地铺？哎，不成。哎呀，慕容姐姐，又不是非让夫君打地铺，我们4个挤一挤，那床还是能睡得下的。那怎么能成呢？不碍事的，慕容姐姐你睡最里面，夫君睡最外面就好了。不行的话，我打地铺也行。慕容姑娘身上有伤，还是得睡床上。哎，要不还是我们4个人挤一挤吧。江公子就别打地铺。看来慕容晴对自己的好感很高，再努力就能拿下。夫君，你是不是也想娶慕容姐姐？别胡说，你夫君我是那种携恩图报的人吗？是，我夫君可是顶天立地的正人君子。睡觉，再不睡我就执行家法了。夫君，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家什么时候家法？家法就是打你一屁股。夫君，那你现在想不想执行家法？要不是孟秋刚怀上，慕容姑娘也在这里，我绝对要狠狠的执行家法。只能看不能碰，也太折磨了。夫君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不想说话。此处梁架结构多用榫卯而非铁钉，更为稳固耐久。有道理，慕容姑娘果然精通此道。夫君，慕容姐姐，喝水。谢谢。看你们2个谈得认真，真像是2个大匠人。盖房子的事儿这几天干不了，只能先把图纸先搞出来了。孟夏妹没过誉了，我也只是略懂一些知识。江公子才是懂得多呢。慕容姐姐这谦虚的样子，倒是跟夫君之前很像，这可能就是旁人说的夫妻相。哪有？孟秋妹妹，别打趣我们。我去给大哥送点吃的和钱，顺便看看大哥身上的伤。你们就在家待着，谁来都不许开门，我去就回。我身上的伤好的也差不多了，先去镇上处理一下凤鸣寨的首尾，再帮江公子打听一下镇上建材的价格，今晚就回来。那夫君和慕容姐姐早去早回。好，走。姐姐，慕容姐姐好像对夫君的事情特别的上心。慕容姐姐是个知恩图报的爽利人，夫君信任她，我们也要信任她。况且，慕容姐姐是个很好的人，就算真的进门，也会和温和睦相处的。妖夜，
给本少爷滚出来！这好像是上次镇上那个李少。夫君还没回来，怎么办？哟，怎么就2位美人在家？江夜人呢？夫君有事出门，请问公子有何贵干？有何贵干？当然是找江夜算账。他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丑，今天我带龙将他捉拿归案。你做梦！我夫君是不可能放过你的。哼，他不会放过我。知道我今天请谁来了吗？这位可是江湖赫赫有名的龙骨头。就你夫君那点三脚猫的功夫，在龙骨头面前那就是个屁。请你们离开，我夫君马上就回来了。马上回来？那正好，我先陪你俩。让开！让开！你这美人性子还挺烈，不过本少就喜欢这种。哼，龙骨头，把他给我压死！小娘子，何必自讨苦吃？乖乖从了李少，不好吗？这个废物，他哪里比得上我夫君？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走了他的。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伤我！谁让你伤害我姐姐的？别碰我妹妹！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弄不好，让他们两个给我绑起来，把他们带回府上，好好收拾收拾。我夫君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我家也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。是夫君回来了。放开他们！回来了正好，正好找到。夫君，别怕，既然我回来了，那就没事了。阁下，便是江夜。李少，上次饶你一命，这次还敢来我家闹事儿？哼，江夜，上次你让我在光天化日之下丢那么大的人，今天我带着龙骨头就是来找你报仇的。你找再多的人也没用，废，就是废。年轻人，光天化日之下敢伤李少，今天我就要将你捉拿归案。官差，正好，我看看我这三脚猫功夫配不配合过招。您退后，别伤到你。年轻人，你敢跟我过招，就不怕死在我的一掌之下吗？江夜，我劝你赶紧跪下，给我磕3个响头，然后再把你的2个妻子许给我就会考虑饶你不死。要知道，龙骨头的看家绝招，那可是江湖人称赫赫有名的催命掌，那可是能一掌劈开巨石的。你也配和我过招？小子，你敢找死？我都有系统了，还没让你给欺负了？夫君，这是何物？夫君，这个东西为什么一响，它就死了？这个叫火器，是我让村头的老铁匠打造的。7步之外火气快，7步之内火气又快又准。连龙宗师都不是他的对手，那我岂不是死定了？不行，我不能死。我让你走了吗？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李公子，看来上次的教训不够深刻，你没记住。饶命！饶命！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我哥也看人低，您答应就答应。你猜我会不会饶你？你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他又尿了。滚！
别让我在道华村再看到你，不然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简单了。是，我这就滚。慢着，你们两个把他带走啊！夫君，你回来的太及时了。没事了，以后也不会有任何事了。我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你们。夫君，你为什么让那李少走？他要是死在我们家里，到时候收拾起来也麻烦。而且我往他身体里打入一道暗劲，不出10天半个月之内，他必死。到时候跟我没关系，也不用咱们收拾。夫君，你太棒了！夏公子，我打听过镇上建材的行情了，这几家比较合适。不错，慕容姑娘费心了，我敬你一碗。该是我敬你才是，要不是你们，我早就死在黑风寨手下了。哎呀，好酒量！其实我酒量一点也不好，不过是舍命陪君子罢了。酒量不好还喝那么急。江公子啊，你功夫是怎么练的呀？怎么那么好呀？小雪啊，喝完这碗酒，我给你上一个。好。哎，江公子，怎么变成3个了？慕容姐姐，你是喝醉了吧？来，喝碗汤醒醒酒吧。哎，没醉，我一点都没醉啊。没醉。夫君，慕容姐姐喝醉了，今晚你可要好生照料她。怎么把你给忘了？孟秋，你也跟我走，今晚嫂妹要给慕容姐姐多美吃的。走了。姐姐，我还没吃完呢。慕容姑娘，你真喝醉了。我酒量好得很。哎，慕容姑娘，你没喝醉，怎么站都站不稳了？三公子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。过了今晚，你就是我的人。请宿主尽快拿下。废话，还用你说？这个男人今后就是我的夫君了。昨晚这家伙还真是疯狂，自己都差点受不住。真是的，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慕容姑娘，你醒了。你都诱我到这种地步了，还叫我慕容姑娘，我这不是怕你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吗？我既然认定了你，不会的。那现在你该改口叫我什么了？夫君，什么？夫君，什么？听不见？夫君，哎，哎呀，我要去找孟夏妹妹了。晴儿不愧是凤鸣之体，这感觉真令人食髓知味啊！检测到宿主与凤鸣之体慕容晴完成更约，但未受孕，暂无奖励。提示：凤鸣之体乃是万中无一的特殊体质，受孕极难，请宿主多多更援。凤鸣之体，受孕极难，多多更援。怪不得这系统之前强烈建议我拿下，看来越难搞定，搞定之后好处越大呀。正好孟夏、孟秋他们怀着孕不能碰，我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晴儿身上。这凤鸣之体的奖励还真让人有点期待呀。
要知道孟秋和孟夏怀上之后就是宗师级奖励了，这凤鸣之体的奖励岂不是更大？今晚继续。哎呀，这房子得抓紧盖了，总不能让孟家、孟秋他们住柴房，他们还怀着孕。我看看青砖的价格。慕容姐姐，你昨晚睡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多谢孟秋妹妹关心。快吃饭吧，夫君，今天还有什么安排吗？今天呢，去镇上把盖房子的材料定下来。晴儿跟我一起去，他对行情比较熟。好，那几家商铺的掌柜我都打过招呼了，价格上还能再谈呢。孟夏、孟秋，你们在家把要添置的家具列个单子，回头一并买回来。夫君，我想在绣阁里面放一个大绣架。行，买，反正那么多钱放着也是放着，花不完。夫君，盖房子是件大事儿，钱还是省着点花吧。孟夏，那么多钱光盖房子根本花不完，你不用担心这个。现在最要紧的是你和孟秋养好身子，平安的把孩子生下来。不愧是我选的男人，值得托付终身。夫君，你们回来了。建房的材料都定好了，青砖、木料、瓦片，3日后就能陆续运到。那几家掌柜听说我们要盖大屋，价格又让了一成呢。夫君，我们的大房子要盖成什么样子的呀？图纸在这儿，4间卧房朝南，堂屋宽敞，后院还留了菜地。太好了，这样孩子出生后就有地方跑了。哎，夫君，若是村里有人问起银钱的来历，就说我在山中寻到了一株老参，卖给了城里的药铺。这个结构好，后山宝贝多，旁人有无处查证。这几日你们就在家好好休息，盖房的事儿我来张罗。夫君辛苦。夫君，我来帮你算账记账，银钱出入上可不能马虎。不早了，该歇歇了。晴儿，今晚你可要好好努力啊。哎呀，知道了。阿叶，在家吗？哎，大哥，快坐快坐。大哥，你身体怎么样啊？哎，好了，走。慕容姑娘也在啊。大哥，以后就别叫慕容姑娘了，她是我新娶的媳妇儿，以后也是你弟妹了。大哥，弟妹无需多礼。阿叶要是欺负你，你就跟我说。好，谢谢大哥。阿叶，听村里人说你要盖大房子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图纸都画出来了。阿叶，黑风寨那些钱千万别外露啊，指不定惹上什么麻烦。大哥，我在山里挖到了株人参，卖了一些银钱，盖房子的钱全都是卖人参的钱啊！对，就是人参，就是人参。看我这个记性。大哥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您在村里呢，见多识广，人脉也广，想请你帮忙张罗张罗盖房子的事情。没问题，村里谁能干活，谁偷奸耍滑，那我全都知道，就放心交给我吧。行，那交给大哥我就放心了，不然招到什么偷奸耍滑的，在下雪之前盖不出来房子。哎，夫君，夫君，我月事好像迟了几天。真的？检测到宿主成功使凤鸣之体受孕，特殊奖励发放中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宫营造法传承。天宫营造法，好精妙的技艺。行，你也是我的大福星。能为夫君绵延子嗣是家人。哎，夫君，你刚刚说的天宫营造法是什么呀？是我刚想到的一种建筑方法。有了这种方法，咱们的房子能建得又快又结实，而且还能更安全。太好了，夫君。略懂，但是盖房子够了。哎，既然这样，那图纸是不是要改？改。
有了这种建筑方法，咱们还可以把房子的布局优化一下。这边可以加一个暗格，这边可以加一个储粮的菜窖，那还可以加一个暗道。要是被围了，咱们还可以从暗道逃跑。这个主意好。夫君，大哥说人手都找好了，全部都是信得过的本辈。好，大哥办事我放心。材料啊，明天就到，后天是个吉日，咱们就动土开工。一下子来这么多人，吃饭也是个大问题。妹妹不用担心，我跟夫君商量过了，请了村里2位手脚的利索婶子帮忙做饭，工钱日结，米面肉菜都备足了。对，不能亏待了来帮忙的乡亲们。莫夏莫秋，你们身子重，就在屋里待着，别去工地，免得磕碰。知道了，夫君。那我们坐在窗边看一看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你想怎么看都行。哎，夫君，这是名单，一共15个人，都按了手印，工钱和规矩我也都跟他们讲清楚了。好，辛苦你了，晴儿，后天就麻烦大哥带他们过来。咱们家真的要兴旺起来了。就是它了。按天宫营造法记载，地基、梁柱布局都已优化，冬暖夏凉，非常坚固。暗格、地窖、应急暗道一应俱全。夫君，真的吗？我们的秀阁真的在东南角，那里采光最好。当然了，你的小屋图纸上标的清清楚楚，醒来就能看见晨光。倒是好，孩子跑动的庭院也变得很宽敞。夫君，工钱与伙食开支我也核算清楚，这是今日居之用的部分。另外，2位帮忙做饭的婶子也到了，正在院外等候吩咐呢。好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们了。今日新房动土，我们家真正的好日子就从这一刻开始。夫君言重了，此乃家事，亦是喜事。刚穿越来时，我1穷2白，现在有了3个妻子，房子也马上翻新，好日子就在眼前。